其中一次铜奖，以后怕不得奖，然后再没参加过，然后呢，这个希望更多同学呢和设计师们能够关注这个大奖。下面呢，我们是要有请，对我本人、对我美院都有重大影响的一位设计师和艺术家，金代强先生。金先生呢，是从上个世纪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前身设计系成立的时候，就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支持。然后他今天中午还在聊，他也记得我们的中转第2场，也记得很多次来美院演讲，跟学生辅导，开始工作坊，甚至上课，跟同学和老师们交流。那在座的呢，我相信很多人是听过金先生的演讲，或者是上过他的课，当然也有些新的同学呢是金先生学生的学生，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所以今天呢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香港著名设计师，他的简历我就不再介绍了。香港著名设计师、艺术家，我们的设计前辈金代强先生，掌声有请。大家好，时间不多，我带了我的人生当设计师以后的很多怎么拿奖的一个体现。因为我觉得比赛很重要，是一个设计师讲成学习跟专业的发展的路途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对学习跟对学务、对创作上的提升，跟对专业的推广都很重要，所以我很重视比赛。首先，我是15岁去香港，就做了10年裁缝，就在做裁缝的很多年里面，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做艺术家。所以因为要当裁缝当学徒，没有机会去发展我的艺术，有很多困惑。后来醒了，要找成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发展，就变成了我去学艺术，很机缘口和之下学了设计。本来我不知道设计什么，也不太喜欢，但是王无锡带了包豪斯的理论。在香港，我当了他的学生，学了3个月2个课程，48个课，我就变成设计师。因为同学觉得我做功课做得好，就变成设计师，就一边学，一边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当年是也遇到另外一个老师，钟培正老师，他是在德国留学的，是真真正正的包豪斯的那个骑行者，所以他也影响我终生。这个是他当年6、7年，就是我刚刚学设计3个月之后，就进入这个行业，晚上跟他学习。他当时的设计的这个香港周，是1967年的香港的一个推广香港产品的一个活动，这个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是我的老师，也后来1年后进了他的公司工作，跟他工作了8年，最后才离开公司，开了我的公司。第1年也是1967年，同学介绍我去，当时一本在香港最大的百货公司，就佑屋百货公司里面当设计师，跟我的同学2个是设计师，他是组长，我是设计师，下面有2个助理。所以我第1份工做设计师就不是设计助理，而是设计师。当时我跟我的同学一块去做创作，就已经拿奖了。我们在一个香港州的橱窗城的设计比赛里面，有2个枪锤拿了那个季军。刚才那个是用
我的老师做的这个好像个香头的那个气体商标，做成一个真的盒子，就变成一个没有产品在陈列的，只是一个推广这个活动的一个橱窗啊，这个是当时来说，这个是很前卫跟很现代的。另外一个就是当年的香港州里面有一个时装节。时装节里面有他的海报，那个海报也不是我们做设计的，可能也是我的老师，我不知道，也是他设计的海报。我们就把这个海报用借刀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条子，然后围成在那个木的模特儿身上，变成一个迷你裙那个是很时尚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个创意还是挺好的。这是我当时还是学生，但是这是第一份工作，第1年我在百货公司做就开始拿奖那个是不是我个人的，是我跟我的同学一块带领2个助理一块做的一个设计。第2年我还在学习，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海报的课程的这些。有一个公开比赛是家庭计划那个几道位的一个公开比赛，就推广我们生孩子不要生这么多，只有2个就够了，就是这样。所以我就用了家庭计划带来幸福这个标题，用了它的这个是它的飞，不是我做的，我就把放在福里面。就是有幸福的意思。那个海报没有印刷出来的，因为我就拿了第3名，没有印刷来用，它是第1名才用。但是你看到我这个海报是全是手绘的，包括这些文字都是一个一个小文字，都是手绘的，用小毛笔写的，所以当时都没有电脑了。当然也是有一些没有高科技的器材，就是用我们手来做主要就是你的创意好不好我原来很早就喜欢用汉字那么当时有香港刚刚设计，刚刚是发芽的时候，还不是脱茧的时候，但是还有还是在香港。政府已经有很多有些部门来推广生产，所以这个香港生产力是一个初中中生，他要竞求一个一个标志。当时也是公开比赛，不是学生比赛。我们当学生也当了设计师了，我也是学生，也是设计师吧，就去打这个公开比赛。我的同学拿了冠军，他的作品跟我的作品很像，他比我更好，拿了冠军，我拿了一个优秀奖，这个也是我手绘的，也是手绘，我自己亲自做的。当时也常常要做功课，都用动手，这是我当时的作品，这英文字用 P 用 C PCC 这个器物来做然后这个不得了，我还没有毕业。当时还是做学生，白天在工作，已经去了钟培正老师的平面设计公司工作，但是晚上还在小学。当时有一个香港70年参加大阪的世博，70年世博是70年以后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非常优秀，没有其他的博览会能够过他的一个博览会，当时是很厉害。香港就第一次参展，那个场馆也不是很现代，但是很漂亮，有一些风帆起放的。当时就要征求一个雕塑放在这个场馆里面，还有征求另外一个是他们员工穿的服装。2个公开比赛，写2个公开比赛，我就把老师打败，
这些专业的雕塑家在香港是我的老师，但是我拿了传强大奖首奖，就是整个是一个很现代的透明的一个现代雕塑，他们要我们做的主题是进展，是进步发展的意思，好像一个风帆，也好像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工业的力量很大。服装也拿了，我去裁缝，所以懂得一些服装法，但是我没有学过时装设计。当年在香港可能没有什么时装设计师的大师在，所以蜀中无大将，我就做了先锋了。所以真的很感动，一个学生在学习设计的一个学生，能够香两冠军，2个大赛的拿奖，所以我的名字在报纸里边是大好字，我的老师是小好字，所以我就一键成名了。我还有69年呢，我就拿了一个，我什么都做了，其实就跨界，一开始我就跨界，有服装，有雕塑，有海报，什么都做，商标，但是这个是全馆做个建筑。当年我要求要跟一个建筑师合作，因为如果我没有我的签字不行，要一个建筑师签字才能盖这个建筑物，但是整个建筑物的设计是我做的，这是我钟培正的公司里面工作，是我创作的，这拿了那个工检会，这整个展览会里面第1名的那个强馆的设计比赛。什么做？颁奖的奖杯你现在看来这些奖杯都非常现代现正，就是一个透明的物料跟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好像一个传统的工艺的一种融合这个是华侨一部这个不止占做一个工业总会的一个产品奖，这个是创新产品奖也是跟我一个拍档合作的，他是我的设计助理一开始就已经拿一些很重要的奖其实已经在社会上奠定了我一个本地的名气。但是当年我在本地真的是丰收，看看设计师协会刚才说的1975年的第一套的专业比赛，我就拿金奖了。这个金奖这个是一个投资公司的标记，我就已经不单只是往西方学习，我要觉得我们做设计有中国文化，要有中国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在里面，可以产生创意。投资嘛，要精打细算，所以我就利用了算盘子来做成 AIC 3个英文字母所以这个是在那个香港第1届，我们这个叫就是 First Picture Show 第1个专业的比赛拿了金奖。当然不止拿金奖了这个作品后来在第1届的德克兰国际设计香港奖也是拿奖的作品。我还有文华罕物设计，这个是个文华酒店的一个罕物我也是在打工的时候做的很多不同围棋都有很精彩的作品，还有奈叶也是第1届还拿银奖、金奖、银奖不止1个，我是大丰收也是银奖。那个海报刚才说第1站在上海，李永传是演讲师，现在是大师了。他看了这个海报就变成设计师了，因为他觉得设计这么厉害，可以要学设计的当了我的学生。还有当年廉政公署，这就要打贪，当年我们香港是打贪的先锋所以我当时为他们做了一个通缉海报举报，就好像这些就是用黑钱
就是最重要就是这句话，横匪、贪污都是犯法的，这个是拿钱的人、给钱的人都是犯法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也有一些所谓中国元素了，我觉得中国元素是不够好的，应该是中国思想啊，所以当年是用一些传统图案来现代化做的月份牌啊，这个铜奖，这个也铜奖，广告啊，这个报纸广告，这是电脑化，我用插头的一个算盘，就代表电脑化的服务。这个金奖是第4届了啊，这每一届我都有去我大力支持香港设计师协会的比赛，只有2年，因为我要当评委，我去主席就没有参加比赛，因为是要利益冲突。其实我长期支持这个奖，我觉得这个奖是很重要，对香港来说，对中华地区的那个设计业也是，这个比赛也拿国际奖的，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文化海报的设计能够用中国的文化来做的现代设计。我第1年进来大陆演讲是1979年在广州美院，当时这个海报展览是轰动全国，这个作品登在《工农兵》杂志的封底了，也是金奖啊。有时候一届不只是拿一个金奖，这个第5届一个铜奖是1万位，也是金奖。我这些不是全部，我是选出来的啊。那个也是金奖，这我跟我的弟弟都是画家，他是科学家，他是不停的创作水墨，现在还在做。他在美国生活，所以他的水墨是非常现代啊。我的牌子我没有什么概念，这是用中国的审美啊，做成一种好像挂竹的一个格式，配合他的水墨画啊，互相呼应啊。可能他姐姐比我的好，我也有，因为两个人的像过奖同时举行啊。这个是我去了那个第1趟看到云烟啊，在那个那个五老峰里面就维去画的水墨啊，这是一对海报啊，都是金奖的系列啊。这个是光谷子的机构影像的冠军也拿了那个也是DA 的奖。其实我除了很积极的去参与比赛，拿很多奖之外，我还为我的胃服务，我也义务做了几年的年鉴，这是其中2本。那一本是 HKDA 这个汉图戏剧啊，那个 H for hand 就是用手讲啊，K for kite 就是那个风筝啊，就这样啊，所以就用了这种中国的一些工具啊，民族的风格做成一个现代化的设计。另外一个是爸爸啊，就是用系统节来当代的工具跟传统中国的工具这个对比啊。我们在广东人说你有咩八宝啊，就是说你有什么点子的意思，八宝就是点子的意思，有什么 idea 这个意思。还有到了84年，我已经当了设计师协会的副主席。到副主席的时候，我最主要就是推动做这个 DA 的大奖。当时是政府帮我们主办所以我当时那个是 DA 的位奖里面最重要的一期他们不缺金奖、银奖、铜奖，只是每一个类别的做一个最佳奖，就是1等奖，然后有一个传强大奖，我就是拿传强大奖的人那个这不是脚本，这个是作品集。
我在 DA 就是在香港设计世界杯的香联大奖里边拿过很多传奖大奖，等一下看看。我退任主席了，就开始参加比赛。90年我是大赢家，传强拿了所有的奖的1/4，有100个奖的话，我拿了25个，好像不止啊，就1/3。所以出版了一个作品，就是用85个作品，都是拿奖的作品，出了一本书，这个点点的就是奖的数量，大点就是大奖，小点就是小奖，概念也不错了。那你看我当年拿的大奖，传奖大奖，就是一个颜料的商业广告。我们用了4个在香港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跟工具，那个已经不在了。这个老前辈陈福宪他画的抽象作品，这个一个细部，这个是细部啊，这个是他的作品，这个是他的工具，因为他拿来赖油的，拿来做工具的啊。然后那个也还在，他是已经90多了，在香港的很前卫的现代抽象派的油画家，他的工具就是一些布料啊，拿来擦，拿来做工具的。然后这个是我的试点，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那个新水墨现代水墨的画家周绿云啊，他用的是大笔。第4个是我用的一个传统的调色笔，这个是我的当年的水墨画，受王山的影响啊。这个好像梦笔生花不是，但其实不是梦笔生花，这只是受他影响。但是这些云烟，这些有几何形态的，有设计跟水墨混合的创作的水墨画啊，这个是当年的传强大奖。还有，当年除了拿传强大奖之外，第16届了，我还拿了4个金奖。这个是第1个，名古屋的中国香港的中国画家的展览，我用了毛笔、红点、水墨线跟砚台做成中意交流的意象。这个红点就变成是我们画家的心灵。这个心灵的表达。第2张就是大阪的，也是这个我插展的一个展览，也是我做海报。就大阪的，就用个虹吸的朱砂的颜料跟细条线，有个日本的依据，也好像是一个中距水墨在中轴线的排记一起，就是有这个中距的中意的交流。那水墨开始有浓淡的变化。然后第3张也是红点，这个是顺雅，一个心经，这里有很多经文，这个经文就是心经，还有一些篆刻，有那个福将，这个是好像做莲的莲花，这个地球就浮化在世间，也是金奖。然后，哇，4个金奖，所以。在我们的位的比赛是很公平的，你到这个水平就给你奖，你拿多都可以。如果没有水平的不颁奖，可以空拳，是这样的。所以我当年的金奖有4个，那个是我的顶峰了，当时参加比赛的顶峰4个，还有一大堆银奖，那个是蝴蝶梦就我去跳舞。好像跳舞的舞者，好像很漂亮的蝴蝶，就好像庄周发怒，自己变成蝴蝶，醒了。他因为自己是真正的庄周，就问这个梦是庄周的梦，还是蝴蝶的梦？他想通了，万物为一，都是一个生命。所以这个是佛家的思想影响我的海报他不单只拿了
海报的银奖，还拿了插图的银奖。这个插图就这几笔，是我亲手做的银奖。插图可以很简单啊，我不知道当年有没有金奖，也可能没有，也可能有。如果没有，就是我是第一名了。那个是个在德国举行的香港中国艺术家的展览。我觉得香港的艺术，一方面有中国传统，一方面有西方的影响，所以是西方色彩的红色跟水墨的那个阴阳的图案出来，就是代表香港的艺术就融合中西现代跟传统的融合，也是影响。哇，很多影响啊！因为时间有限，现在还没有说到那个国际奖。这个是我们公司的那个商标作品集，我们利用了那个我们的方性的商标做成一个构，做成一个功能性的封面。还有这个是一本房地产的推广书，那个时候的推广书能够做到非常文化，没有商业的味道，只是用4个字，这个摄影代表风，吹的风，这个山，山林的山，这山峰的山，风山水起，开心的起。风生水起的意思，来做这个推广房地产，你去证据就发了，就生活好了，是这个意思。但是非常优雅的这个摄影师也是我的学生，他是移民了加拿大，他是一个商业摄影师，也有艺术创作的一个多媒体的创作人，好，我在香港大赢家一个比赛可以拿1/3的奖的时候，之前已经开始了，就我觉得在本地挑战性不强，我就去打国际赛。好，看看我的国际赛。刚才那个算盘的海报，我在7、8年不是一参加就拿奖的，我参加了很多届的。到7、8年开始，我有中国文化的东西开始在国际上发光，所以就拿奖了。他拿2个奖，一个是美国创作力，一个是英国的modern publicity， 这是广告奖。他没有金银铜的，就是正去就拿奖，不正去就没有了，没有奖。那个邮票，那个第一系列的生肖邮票最后一个就是马年，那个现在看来还是非常好的邮票。然后在那个波尔洛香港奖的反物设计亚洲艺术节，然后中国银行 CA 奖，CA 奖是我最喜欢打的，因为它是最难拿的。我不是喜欢容易拿奖的比赛，我喜欢很难拿奖的比赛。CA 奖每年有几个比赛，一个是平面，一个是广告，一个是摄影，一个是插图。我参加最多的就是平面这个比赛，他每年收5万个作品，只选100到200个作品给奖，都是一个等级，没有金银铜。这是我第一趟拿CA奖，我以为是很幸运，因为去打了几年都没奖。当年几个商标，我觉得拿不拿奖不重要，因为我做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企业商标，影响力相当大。但是他真的拿很多奖，他在美国除了CA奖之外，还有一个叫好像80年代的，我的作品是81年出来的，是拿了一个在美国举办的比赛叫80年代最佳商标奖，一个年代的最佳商标，那个是很小的比赛，
所以拿很多奖。然后纽约有国际的这个年报大赛，这个年报是一份报纸的企业的年报，我把年报印在报纸里面，变成不是星岛日报，是星岛年报，用了当年印刷那个报纸的用传统那个毛，用一个纸的毛去来出那个出源来做纸板的，那个做那个套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把内容都印在报纸上，很有创意的。还有我自己第一本作品集我的水墨作品集，就是在那个应该是79年出版的，也是莱比锡。我第一年参加莱比锡国际最美丽书奖，就拿了一个优秀奖。其实我是第一个中国人拿这个最美丽书现在研究最美丽书奖都留在香港人拿的奖，都是大陆人拿的奖来研究。现在有些朋友注意到这个了，把它维持了。我不仅拿这个，还有铜奖，那个是中国辐射5000年的，也拿了 CA 的第2奖。这第3年的第1年拿中国银行，第3年就拿这个，这搞了1年，所以我觉得都真的够这个 CA 的水平了。CA 的水平是最高水平。里面也是最美的书，银奖，我拿银奖，没有拿过金奖，最高拿了银奖。我有几个奖牌，他的奖牌很漂亮，我很喜欢他的奖牌。那个是为大师致敬的封面，那个是包浩斯的大师，我介绍他的海报作品是很超前的现代，我就把它编成有中文的版本，跟忘了这个主题，就是这个人的形象变成一个眼睛，好像放大海报的一个网点这个是拿了影响。所以不要抄，但是你要向大师致敬是可以的。然后那个奖拿刚才说的84年，我们那位最重要的一个比赛的传承大奖，还有拿你知道吧？我是中国人在奥运拿金牌的第1人，因为涉及这个还没有比赛，在 LA 的奥运开幕之前就有艺术比赛，有很多类别，我拿的是设计金牌，所以我是中国拿奥林匹克金牌的第1个人，大家不知道。谢谢。这几个作品其实拿很多奖，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是我第1张作品，收藏在国际的海报博物馆的，就是德国的海报博物馆，是第1个作品收藏在。现在当年很多不同的博物馆都收藏我的海报，这是第1张。我纪念我的老师，他是现代水墨的先锋，他用红点代表不远的影响，是莲花所以这红点我是继承他，我不重复他的红点，就变成我的圆点，这是为他做的海报。我很多比赛的作品都是商业作品，真正是推动产品的创作。这个是时装产品，这个时装。这套时装广告的摄影很贵，当年是80年代，88年嘛。那个摄影师1天的工作收1万，还有灯光师、造型师、发型师、服装师，不算我的钱了，设计费了，都是很庞大的一个预算。当时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这些我希望时装是很清楚的，不动的，然后这个打白拍的这个舞蛇的演员是动态的，没有电脑
当年还没有电脑软件可以做这个，真的是这样打快门，他要走100米，嘣就打快门，然后快门也很准确，但是由于灯光令到它是动，就这样。还有这个是大气，还有现代的那个布景，这个背景，那个你看那个不需要走，就是站着中间一跳起来，那个是男生他就发大，这蓝扮女装的一个演员，是这样，所以我都很有这个拿不拿奖没有这么大的关系，但是很满足。但是现在大陆的广告信息的，他能用的钱跟用的资源更大，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内蒙碰到一个虹桥，听他的演讲，他的虹桥的创意用的钱更多，我更羡慕他。当时很多人羡慕我。中央工艺美院请我教学的时候，要打破情非，就是把圆细形做成北京的 B， 一个旗子打断变成北京的 J， 勇破情非，这是在墨西哥的香联展，就拿优秀奖。优秀奖没有多少个的，不是你选择优秀的，但是金银铜之后就有1、2个优秀奖是这样的。我也是世界冠军，我不懂电脑，我是电脑盲，我不学软件，我不懂动手用电脑，但是我参加波兰的第1届电脑艺术比赛，全场冠军，很有意思。颁一个不懂电脑的人拿奖，也是商业广告，它是推广时钟的，这个它好像太阳一样，然后这个月光，这里有一个月光的，好像我没月的，这个用摄影跟那个电脑做出来，也有水墨，还有风水，因为时间不多了，要快过那个是我的邀请，台湾的海报展览的作品是汉字海报，汉字的感情有山水。风云是这样，那个是在日本的气体设计师协会的比赛里面拿最佳奖，最佳奖是很难拿的。当年拿全场大奖，这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朋友田中一光，他拿大奖。当天拿奖的时候，他碰到我很开心，就请我吃饭，就邀请我跟他一块2个人。办一个展览，在他的故乡奈良，这个比拿奖更重要。用我的偶像大师跟我2个人开个展览，在他的故乡，去陈列水墨的作品，因为奈良的做墨做得最好的，所以这个是最佳作品。我要说另外一句话，真的很不容易拿最佳奖，但是我更开心就是不是我自己拿这个最佳奖。这几年，我们中国的年轻人比我更强。他在同一个比赛拿田中一光拿过的大奖，这叫红卫，中山的年轻人。他不仅拿过最佳奖，他拿全场大奖，我还没有拿过。所以中国的这些前途无限，年轻人人才辈出。我也参加一个亚洲的设计比赛，我拿过2个最佳的企业影像，这个是香妹，这是一个传统的化妆品，现代化的一个零菜，它新的包装，也是老的月份牌做成的基本。然后第2年也拿另外一个最佳的企业影像奖，是荣华饼渣。是传统的饼皮，现代化的那个手顺的包装系列，还有很漂亮的现代的空间。我也做产品，这个产品是法国名牌邀请我做一个纪念中国回归香港回归中国的一个题材。我觉得不需要打锣打鼓，不需要放烟花，我觉得是一个
伦理精神，因为孩子在外边回家嘛，就是妈妈跟孩子的手牵在一起了，所以一个很温柔的形态去引起一个很冷的美景变成很温柔。那个红点现在人人都去拿了，我不去比赛，因为太商业化，我看不起它了。当年还不叫红点的时候，就叫德国设计奖，我去拿了2套 Best of the Best 的最佳中的最佳，这个是产品设计，然后这个金奖，拿很多奖，外国的比赛也拿。这个有一个是英国的特许设计师协会，在香港也有一个比赛，我也是拿金奖在他的比赛。那个是京都邀请我做的一个联合国的气候暖化的一个主题的，我就用我爱妈妈也爱大地，因为妈妈哺育我长大。地球哺育人类，所以我爱地球，也爱妈妈所以这个乳房的形态这就是象征妈妈的象征，但是这里有北美洲、南美洲、新西兰、太平洋，这个是地球。然后新西里，我已经拿很多奖了，其实不需要比赛了嘛，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有个态度站出来。跟年轻人站擂台嘛，让年轻人推荐我，所以很多年轻人比我好。这个是韩国的香莲奖，拿商业海报的铜奖，当时没有金奖，好像有个银奖是韩国人拿，这个有奖金的。一个系列都是中国的人的生活态度，我没有把那个榨取型里面的产品情绪，只是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变成一些生活态度的表达，一个系列是这样。然后奥运没有用我这个海报，但是他们邀请设计师在中国美术馆颁了一个邀请奖，要求我们中国平面设计师做海报，我做了这个系列，是没钱的。他们也没有选择，我就用，因为我觉得是奥运是创作标准的场所，每一年都创作新的标准，所以我用旗子代表一个标准，用水温来做成一个不同的运动，这个是400饮乐处好像北京的经理，好像北京的 B， 然后这个是刘翔，当时还没有拿金牌。刘翔现在不跳了，这个是国庆金炸到香港了。香港很多大力士这个代表很多不是香港，中国很多有力量的人这些都是代表他们的金牌运动员。然后当年还没有射箭的金牌当年北京奥运就拿金牌了，我认为我很喜欢写这样这个形态，尤其是我看到一个良友杂志里面有一个图片，是一个女性的运动员，中国女性运动员射这样的英姿勃勃，非常漂亮，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我就拿了奖金了，要有奖金的那个是台湾的国际海报香莲奖的最佳运动海报奖所以我拿奖也有钱。这个是15年了已经了，因为我们香港的香莲奖是一个标志性的中国地区最早、历史最强、最重要的一个比赛，也影响其他地方，譬如说大陆。深圳的平面设计在中国92年产生的，是我们当顾问，我3个设计师是香港的做评委，然后有台湾一个评委，北京一个评委，加拿大华人一个评委来做的，那个也是开创了大陆的最权威的一个设计，现在还做得很好。那个深圳的，他们也是在推广中。我这每一年
第一年因为当评委，他们也不接受港澳的作品，他只是接受两岸地区的作品啊。我们当评委当时是这样的。第二年才开始，就是两岸四地都可以参加，也变成比较越来越国际的比赛。我第二届开始，我没有停过参加他们的相连奖，也拿过一些小奖，不是大奖，还好。这个是我最近拿的一个奖，很感动。因为这个海报，其实老实说，在现在中国大陆来说是一个很敏感题材。啊，这个是因为我为什么创作这个海报，是因为香港一个报纸叫《明报》的主编在街头上被人砍了，所以我把他一个言论的言辞，这个60岁的新闻砍了一刀，印在《明报》上面，是这个海报是这样，我觉得很重视新闻自由这个题材，而这个海报能在中国大陆展览已经不容易，很好。不同地区有不同，可能北京不能，但是深圳能。还有他给了我一个奖，那个是海报绿的5个提名奖，完了5个之中选一个最佳，我选不了最佳，年轻人拿了最佳，我是5个提名奖其中一个。我当年在台上拿奖。台下的朋友都很感动，因为一个老人家跟年轻人是一个一块拿奖，是这样。我就觉得应该有个态度，啊，不是说你不能败，你学习失败，你应该学习失败。我后来开始不参加香港设计师会的联检的比赛了，因为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所以不参加了。但是上一届这2年前，他们颁我一个终身荣誉，我就出版了一本书，感谢终身荣誉奖，要谢谢大家。我就邀请了10个晚辈，我们的后辈。都受我影响的后辈，都是有些是我的学生，有些是我的粉丝，要他们每个人选一个作品。为什么我说一句话？为什么我要拿这个奖？黄炳培又13人，当年我这个鼠年邮票72年出版的时候，他只是个中学生，因为看到这个邮票，他就变成设计师了。像我的设计感言，所以我做的东西不是拿奖之伟大，最不容易就是影响后辈，影响年轻人。那个是余志光在我公司做了18年，现在开公司了。他喜欢我这个也是红点，变成刘社的大自然受伤的海报。然后那个林伟雄是他的开发，也是在我公司做了5年，跟他一开公司的，他选了我一个当年92年平面设计在中国，当时的活动有一个北京的演讲是我的演讲，我的演讲是中国设计跟中国的东方思想影响我的设计这个演讲，我就觉得中国的设计。一定要打破情规，就是我就用一个砚台打断，变成一个中字来变成破旧立新的概念。我正在学设计的时候，也到了设计的时候，我受外国的权威平面设计杂志都很喜欢阅读学习。其中是4本，一本的 idea， 意念杂志我有2期，是有专题评鉴，有一个德国的 Novel，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是 Graphie， 是瑞士的杂志在美国出版的。最难的就是 CA， 我希望这4个专题这个权威的设计杂志都是有专题的评鉴我的作品，不是登月作品。
是一篇文章刊登，凭借我的作品，我照到了，这1999年做到了，还用了我这个封面，这个封面就代表水墨的那个西，就代表我的设计有中国文化。断的笔跟断的旗，就是说我的设计不受工具的限制，不受发挥的限制啊。所以现在电脑我没有用，但是我都可以拿电脑比赛去讲，将来有什么新的工具、新科技、日新月异，都影响不了我的创作，这个意思。那个是另外一个是比较年轻的欧德行，我邀请了他跟我合作，去墨西哥的 ACI 大会的邀请，他当年希望每一个 ACI 都带个年轻人一块合作，我就邀请他在我的融合的融的山水里面做了 fusion 这个英文词。互相合作，所以他也很顺理成章的选了他自己有参与的一个海报。其实终身荣誉这些不是颁给作本的，颁给人的作本，我都拿了很多了。这是自从98年开始的一点点，所以比赛很重要，可以在比赛中学习。对不起啊，过去。胜败平常心。当然比赛要拿奖，但是拿不了奖是学习的一个珍贵的经验。拿到奖了，也学习怎么失败。谢谢。非常感谢金叔的分享啊，这几十年的作品啊，几十年的经历，也对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很多设计师有非常多的这个鼓励，特别是最后几句话。金先生呢，也是中央美院设计学院最早的客座教授，给金叔商量个事儿，以后能不能少参点赛，多给大家点机会，所以这些作品呢，确实很多我也没看过，我觉得今天确实非常感动，大家重温了金叔的很多作品，同时也看到了一部分香港设计的历史。这最重要感动我们的设计是一种态度，我们不断的参加，然后做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然后非常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和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一些学生和老师向金叔对我们的支持表示致敬，非常感谢金先生。下面呢，我们有请香港设计师协会会长梁坤刚先生来介绍他的作品，谢谢。各位大家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谢谢金叔，刚才这个分享太精彩。金叔是一出来就已经是跨界别的设计师，